王毅在会见布林肯时说，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冲击，其中的教训美方需要汲取。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当口，急需双方本着对世界、对历史、对两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建立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两国关系止跌回稳。王毅重点针对近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径，全面阐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的使命所在，从不含糊。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是有明确政治承诺的，原有中美3个联合公报，竟有美本届政府多次表示不支持台独，但美方的行动却与此背道而驰，企图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搞所谓以台制华，甚至公开声称要协防台湾，发出了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信号。美方应原原本本回归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干干净净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清清楚楚表明反对各种台独分裂活动。美方官员称，布林肯在周五的会谈中非常明确地表示，根据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没有变化，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中方发布的新闻稿，布林肯在会谈中重申，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作为美国的最高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就美国可能会介入台湾问题做出这种态度的表达的话，显然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深层次的政策考虑，而这种考虑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对于美国来看呢，要谨慎对待，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于中美关系，王毅希望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反思和改变以遏制打压为主线的对华政策。他特别向美方提出3个不要：不要再试图以实力地位同中国人打交道，不要总想着阻遏中国的发展，不要动辄就搞单边霸凌，要为双方恢复正常交往创造良好氛围，要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布林肯则表示，美中关系当前处于困难时期，推动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符合双方利益。两国以往曾成功管控分歧，美方愿同中方坦诚沟通对话，避免误解误判，找到前行道路。双方还就乌克兰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会晤是坦诚、建设性和重要的，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王毅和布林肯上一次面对面会晤还是在7月9号的巴厘岛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那次持续5个多小时的会晤被认为是实质性、建设性的。不过，美国众议长佩洛西8月的窜台举动严重冲击了中美关系，中国随后暂停或取消了中美之间的8项合作。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美需要加强合作，双方是否会重启这些关键领域合作项目，从而为中美之间更多合作铺平道路。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是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在先，中方做出正当反制在后，中方的反制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美方既然想要同中国开展合作，就应当尊重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把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落到实处。除了这场双边会晤，王毅在纽约的这2场外交活动也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王毅在美国亚洲协会进行的演讲，二是王毅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其中台湾问题依然是重点话题。周四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王毅将台独比作一头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正在破坏两岸关系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还点明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当前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周一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王毅强调，实现和平统一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也将为此尽最大努力，但必须看到台独越猖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消减。中国有句老话，宁失千军不丢寸土，这就是中国人的意志和决心。对，这是王毅在纽约进行了一系列的对美的一些外交的动作，这是在新冠疫情和这个俄乌冲突同时共振，而导致了很大的国际关系的不确定状况之下，那么中美2个大国应该负起一种责任来，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特别促进世界的发展啊。那么要做出这种负责任的这种行为啊。同时呢，这个中国方面呢，因为马上我们要召开20大了，我们也需要
和美方呢进行沟通、进行协调，那么让美方呢也更多的了解中国。我们看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台湾问题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美方应清清楚楚表明反台独。您对此如何解读？我注意到王毅这次会见布林肯的时候，在台湾问题上重点阐明了2个观点：其一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其分量重如泰山。这显然是要告诉美方，必须要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不切实际的臆想，因为近年来美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要美国彻底武装了台湾，只要美日澳英等国家展现出了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态度，中方就会知难而退。其二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不能支持台湾搞台独，和平统一与台独水火不容。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王毅这次在跟布林肯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不仅立场非常的鲜明，而且口气相当强硬，这显然是反映了中方对于美方近来在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运作，包括佩洛西访台、拜登再次重申要所谓的军事协防台湾、白宫加大了对台军售力度等等的不满。王毅还呼吁美方应该原原本本地回归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干干净净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注意到，在本次联大会议期间，这已经不是王毅第一次呼吁美国重归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了。几天前，他在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见证者与推动者的基辛格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呼吁。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个现象？我认为这背后恰恰反映出当前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正在受到空前严峻的冲击，以至于中美双方正在围绕着究竟是要维护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还是要摒弃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进行着激烈的外交博弈与较量。而这件事情显然是由拜登政府主动挑起来的。过去美国政府在重申台湾政策的时候，往往会把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放在极其重要与突出的位置，与台湾关系法只会作为一个陪衬。但是去年美国国务院网站在阐述新的台湾政策时，破天荒地将与台湾关系法以及所谓的对台6项保证放在了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前面，这显然是在企图虚化与架空一种原则，甚至是在制造2个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方意识到了中美关系与台湾局势危机的迫近，因为在中方看来，没有了3个联合公报，就等于是拆掉了困住台独这头灰犀牛的护栏，台湾局势地动山摇就会变成确定性的事件。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